隧道内的工人轻轻一点，伴随着巨大的爆破声，一团云雾瞬间袭来。这还没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仍能看到一道道白雾冲过来。不仅如此，在一个小隧道中点燃一个炮仗，爆炸几秒后，一股冲击波突然袭来，整个画面看得人心惊胆战。为什么在隧道内爆炸会产生这么大的威力呢？先来看个实验。用一根管道来模拟隧道环境，进行爆炸实验。在管道的一侧引爆炸药，慢镜头下可以看到管道的另一侧先是出现了火焰，紧接着就是强烈的空气波动，这其实就是冲击波。而之所以能产生这种现象，离不开管道的结构。说起冲击波，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最著名的就是核爆炸，还有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都能看到冲击波的身影。在这里，炸药爆炸后，空气冲击波在未接触到隧道壁面时，以球对称的形式向四周传播，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原子弹爆炸一样。但隧道的壁面对它产生了限制作用。经过隧道壁面的多次反射后，最终以接近平面波的形式沿隧道传播。这种空间的限制导致冲击波的能量更加集中，从而增加了对隧道结构和周围环境的破坏力。所以在用炸药对隧道进行爆破时，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整个隧道都好像在颤抖。那视频开头朝洞口袭来的云雾又是怎么回事呢？冲击波是一个超音速的存在，当它穿过隧道时，前面积聚的空气就会被压缩，也就是压强升高。那么此时后方就会形成一个负压区，这会导致空气迅速膨胀，进入负压区。在此过程中，空气温度会下降，使得水汽凝结，也就形成了雾。其实同样的道理还能解释为何高铁从隧道中快速驶出时会发出类似爆炸的声音了。画面中是高铁即将驶出隧道的场景，可以看到隧道先是发出了一声爆炸声，紧接着高铁才带着撕裂空气的声音驶出，这就是列车的隧道效应。高铁在隧道中穿梭时，会强烈冲击隧道中的静止空气场，车头前的空气会被压缩，列车后方则形成一定的负压，从而产生一个压力波动过程。这种压力波动会以音速传播至隧道口，但高铁的速度是达不到音速的，所以这个压力波在传输到隧道口时就会变成微压力波。虽然能使空气振动，产生一部分噪音，也会让旅客耳膜感到不适，但是绝对不会让隧道坍塌的。